养宠物有段位的话，下面大爷的宠物更惊人。他把600斤的野猪当儿子养，会骑着野猪去买菜，速度还能调节，只要扭一下耳朵，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。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靓的老头。大爷还会和野猪一起睡觉，野猪每天叫他起床，熟练的打开窗户，对着主人开始叫。大爷如果想赖床的话，他会反复开关窗户，发出噪音。看起来野猪应该是饿了。主人起身去厕所，给野猪做早餐，刚做出来的就是热乎，野猪吃的一脸享受。大爷说野猪是爬山时意外捡到的，当时很小一只，很可爱，没想到它才3岁，身长就超过了1.9米，体重接近600斤。不过还好，野猪很温顺，能听懂人说话，可以和狗一样握手，甚至还会跳舞。大爷可以随时骑在它身上，不过被大爷骑久了，野猪也会调皮的想骑一下主人。大爷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被600斤的野猪压得死死的，差点压出了腰间盘突出。大爷每天都会带它遛弯，野猪很听话，过马路会跟着主人走天桥。路过一家猪肉店，它突然停了下来，奇怪，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？它莫名感到有一股杀气，吓得它赶紧就溜。又路过一家年糕店，赖在店里不肯走，临走时忍不住想要下嘴，被大爷无情制止。但是年糕包装已被破坏，大爷也只好买下了年糕。野猪边吃还边低头感谢，毕竟是野猪嘛。大爷也会带它来山上遛弯，爬山过水根本不算什么，一到山上，野猪的本性就暴露了，到处拱来拱去，完事就会乖乖的跟着大爷回家，最后和大爷来个亲亲，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。不过要论宠物的稀有度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他把一块石头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石头价值1000万。接着揭开了一块布，出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。小朋友说这是恐龙蛋化石，说这个石头和树上的化石看起来一模一样。节目组还是不相信，他又拿出手机搜索恐龙化石照片，确实看起来很像。化石是在公寓空地上发现的，当时几个小朋友在挖土，就挖到了这个奇怪的石头。接着还咨询了体育老师，老师说以我的经验来说，好像是真的。那到底是不是恐龙蛋化石？我们带着石头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这些还真是恐龙蛋化石，因为石头表面有一层类似蛋壳，还说可能是草食类恐龙的蛋。小朋友越听越兴奋，问化石能值多少钱？专家说需要进一步确定化石的形成时间和地点，才能确定价值。那化石是怎样进入公寓的？物业说公寓建成于1993年，根本就弄不清化石从何而来。那会不会是有人丢失的？工作人员询问了公寓附近的人，有个大爷说是他丢的，很多年前买给孩子玩的，现在孩子都大了，没人玩就丢了。还说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，可以留着。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，激动的手舞足蹈，还说会好好收藏，努力学习，成为一名专业的地质学家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。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，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。最独特的要数下面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，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。这一款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机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1次。打火机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收藏也很费钱，他花100万收藏好，就好像穿越了一样，很神奇。大叔还打算开一个手机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，供大家欣赏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更有价值，他5年收集了3000万个烟头，每天都要去街上捡烟头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，但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记得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节目组的质疑，老人的女儿说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当时在医院里，母亲就停止了呼吸，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。之后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复了生命迹象，家人都感到很震惊。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，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还有下面这只狗狗。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，在它死后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来，头发都炸起来了，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这一切要从5天前说起。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，旺财在马路上溜达，一个没注意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。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，旺财已经奄奄一息，没一会儿，旺财就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伤心，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后，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。刚开始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没太在意，但随后她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，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，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邻居也很内疚，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，才帮忙埋起来的。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，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？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，专家分析后说，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，还混合着很多杂草，使得空气能够流通，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财就这样沿着
着回家的路一点点爬行，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。沟里面的水帮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。随后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。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。而下面这位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。这个男人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，于是节目组趁白天赶紧去见了他妈妈。哦，原来是小狗的妈妈。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，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。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。开锁专家也说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。专家认为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，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。没办法，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全程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节目组，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，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。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，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。为了解开谜团，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，反复观看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，当小白来回走动时，就会把锁链拧起来，利用巧劲别开了锁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1次，慢慢的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，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？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，原来小白消失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。专家表示，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，她知道要想喂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证营养，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内疚，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再多加上1盒罐头。最后我还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小白的2个孩子是不同的品种啊？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。在荒山野岭中，却有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，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，外墙上还有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在2017年，有一部恐怖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虽然酒店看起来荒废了很久，但其实还在营业，可以在线预订房间。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，让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劝告，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，否则呢会后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决定来探险。酒店呢位于马来西亚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，路上报废的汽车随处可见，显得非常荒凉。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机的信号也变得很差。把车开进酒店停车场，就看到了一些报废的车辆，上面已经长满了苔藓。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在这一层却看到了正在晾晒的衣服，显得十分违和。但是再往上走，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部电梯，但是按键完全没反应。奇怪的是，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控制电梯。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，一切突然变得正常起来，出现了一条购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一位店主询问，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一个大赌场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，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，所以呢这里怨气很重，确实也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，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曾经有一部恐怖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体验。小哥也决定在这里订上一间，亲自感受它的诡异。回房间的路上，看到了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，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。酒店管理员说，这间房子被诅咒过，曾经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，没事呢尽量离它远一点。来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，没想到室内装修比想象的要好很多。但怪异的是，床上竟然装了个镜子。虽然在22楼，阳台呢却并没有封死，向外看去，一片雾蒙蒙的，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迹。小哥说不知为何，站在阳台上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。酒店管理员告诉他，这一片片红色的印记虽然看得很恐怖，但并不是血迹，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。来到晚上，酒店零星亮起了灯，气温开始骤降。睡到半夜，他直接被冻醒了，也许是因为风太大，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，不断吸引他去阳台。为了保命，小哥没敢再睡觉。如果给你1万块，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？